有事没事聊聊闲篇儿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的闲篇节目呢又邀请到了新的记者。我们能看得出来，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也是有精心设计的哈。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怎么个设计法？新中式的整个衣服，然后我自学了一下一个新中式的一个发型。这个就给咱们今天想要聊的这个话题点了个题。听说朱老师去过洛阳，也去过洛邑古城，所以想请朱老师给大家讲一讲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今年5月份的时候，董明珠带着她的闺蜜团嘛，去洛邑古城那个地方穿着汉服打卡。当时我是去了现场去采访，他们的那个妆造完成的时候，整体震撼还是很大的。后来大家看到的视频跟照片就觉得哇，好美啊！但是我在现场的感受其实是更美。另外一个就是洛邑古城给我的感觉也很震撼。头一次就是晚上参观洛邑古城，当时的灯光一打，整个给人一种穿越到汉唐的那种感觉。我们知道汉服经济突然就爆火了嘛，就想问一下，这个爆火它背后是哪些原因在推着它往前走？从现在来看，其实洛阳汉服它的爆火是有迹可循的。我们往前看，2021年河南春晚的唐宫夜宴，后来的洛神水赋，再加上后来的风起洛阳，其实这些都给洛阳带来了很大的流量。随之而来的就是洛阳，然后也在当地打造了很多一些新的场景、新的业态。洛阳汉服含量最高的老城区为例吧，截至今年5月份，老城区的汉服店已经增长到近900家，带动相关从业人员近2万人，然后旅游综合收入也增长了很多。除了这个汉服这一块之后，它还有哪些周边的这个产业在共同的往前进步？首先我们说妆造这一块吧，我在很多平台上经常能看到有一些游客在那儿发那个消息，在洛阳这块做的这个妆造，感觉就是比别的地方要好看一点。我觉得洛阳现在的妆造水平，行业里都是佼佼者，而且他们妆造现在也更讲究，比方说我是唐制的还是宋制的，整个的妆容，还有包括我整个的这个头饰，我都要是整体的相协调的，更精致了，更合理了。除了这个妆造在配套的前进以外，还有哪些新的变化？跟拍，现在跟拍行业也是越来越卷。确实，你说化了美美的妆，如果我要是不把照拍得太好看的话，那我其实也是白化妆。可能就需要摄影师，还需要助理、灯光师，就这一系列的。因为大家都在卷嘛，卷价格、卷质量。你如果不做得更好的话，为什么要选你呢？那一般都是哪些人追捧这个汉服经济？其实还是以学生党、年轻人为主，但其实跟去年来说已经有了一些变化。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汉服店，他们也开玩笑说，5一期间他们那儿来了很多富婆。我也想去。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些，现在的洛阳的汉服经济还有哪些新的这个创新、新的动向？你比方说像汉服加演艺、汉服加剧本杀、加培训、加研学，打个比方吧，也是我之前采访的一个案例。它是一家全国的连锁店，做那个婚纱摄影拍摄的。他讲到前些年他们家的西式婚纱跟中式拍摄的比例是8:2，现在反倒是选择汉服婚服的可能占到了80%，直接实现了一个2极反转哈。而且年轻人的心态其实也都随之改变了。当然这也是一个树立文化自信的一个过程。目前咱们看哈，汉服经济的发展已经是很火爆了。那下一步怎么样去保持住他们的这个状态？有没有什么建议？从我个人来看，有2点吧。一个是继续扩大洛阳汉服受众的一个年龄段，第二个就是打造一批汉服加文旅新业态，培育一批能够叫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汉服加文创品牌。其实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呢，关于这个汉服经济已经聊得相对比较透彻了哈。当然了，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这个咱们的游客们能够到洛阳亲自去体验一下。那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跟大家说再见吧。好，再见。下期聊啥？请评论区告诉我们。